在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，有这样一个国家，寒冷冬日依然生机勃勃的草原，大陆。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人气餐厅，晚上10点，客人们还在排队等位。吸引他们的最大理由是牛肉。有餐必有肉，这是阿根廷的饮食习惯。在最巅峰时期。 这个国家平均每年每人消费牛肉100公斤，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。这里是喜肉之人的梦想之地，街头巷尾都有牛肉的身影。大型节日以烤肉开始，家庭的每一次聚会也离不开肉。 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是南美粮仓潘帕斯草原。阿根廷中东部，60多万平方千米的辽阔，潘帕斯，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之一。这里气候温润，夏无酷暑，冬无严寒。 牧草茂密，全阿根廷80%的牛都生活在这片青绿之上。马库斯有1000多头牛，散布在潘帕斯草原的核心地带。和这里的大多数牧场主一样，他饲养的是2种安格斯牛。 自从西班牙人把牛带到这片土地上，阿根廷不断从英国、荷兰、巴西引进品种。最后，这种体型小、肉质紧的牛种赢得了草原。在这里，每一头牛都有充足的私人空间。Fundamental acá es el campo con los animales y aparte puedes tener más de una vaca por hectárea en estos campos. 马库斯的土地是租用的，平均20万人民币1公顷，远远贵于其他地方。但在他眼里，这仍是桩划算买卖。这里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壤，让他不用过于操心，只需要雇3个人就能打理好900多公顷的牧场。 养牛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并不发生在牧场。每2个月，马库斯就会进一次种牛。宣传册上展示的是农展会评比出的优胜者，血统、体重、年龄等信息一应俱全。相中了哪头，马库斯就会通过专业公司购买它的精子，繁育更优化的品种。 早在1977年，
阿根廷的畜牧业就开始了人工繁殖技术。到现在，全国10%的牛是通过人工受精或胚胎移植的方式进行培育。虽然比自然交配的成本高，但它增加了牛的产量，也让牧场主能更有选择地挑选优质种牛。阿根廷的牛肉为什么名扬天下？对于餐厅老板巴博罗来说，秘密不仅仅在于肥沃的草原之上。早上6点半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南市郊，有100多年历史的列涅尔斯活牛市场会准时开市。作为阿根廷最大的牛市场，每天有近1万头牛送抵此地，进行竞价拍卖。官方牛肉价格也在一声声吆喝中定了下来。今天的均价大约是3000人民币一头牛。但巴博罗不用参加这样的竞拍。作为1星期要使用3吨牛肉的老主顾，他只需要比其他人来得更早一些。Es un remate público. Nosotros llegamos antes y compramos antes de que vaya al remate público. 阿根廷人认为，没有什么方法比烧烤更适合烹饪牛肉。好的厨师了解食材的秉性，也是用火的大师。地球上宽度第1的伊瓜苏瀑布倾泻而下。在充满神秘和幻想的南美丛林里，印第安人发现了一种能消除疲劳的植物。他们把这片土地上随处可见的葫芦作为容器，将植物的树叶碾碎，汽水冲泡，这就是最早的马黛茶。它很快被人们接受，风靡阿根廷。每年4到8月，在马黛茶厂工作的劳尔会变得十分忙碌，加班成为常事。因为这正是收获马黛的季节。因为高温高湿、富含矿物的红色土壤，
工厂所在的米西奥内斯省是马代的主要产区之一。马代是一种冬青科的木本植物，可长至20米高。自从17世纪末大规模种植后，才将它矮化，便于收采。连枝带叶是马代的收割方法。用麻布包好的马代被迅速运往工厂，因为它必须在24小时内烘干，以避免氧化。火舌舔舐后的马代金中带绿，穿过机器的轰鸣，整叶变为碎片，等待着时间的洗礼。和其他南美国家不同，阿根廷的马代茶至少要贮存9个月。唯有这样，马代茶才能褪去青涩锋芒，留下更加醇厚的甘苦。在2016年，阿根廷的马代茶产量占全球的1半以上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代茶生产国。而这种趋势还在继续扩大。Aumentó mucho la producción también, pero hoy estamos en ese nivel de producción que tiene capacidad de aumentar un 25-30% más todavía. 成了命运的变化。卡法亚特市，即使不是周末，客人依然络绎不绝。等人们散去，酒庄的主人何塞习惯来到门口眺望一块已经不属于自己的土地。这里是他光辉与痛苦的见证。19世纪下半叶，欧洲葡萄园根瘤蚜虫害肆虐，移民们带着葡萄品种和酿制技术来到阿根廷寻找出路。他们的选择不无道理：西北部远离海岸的高海拔地区，降水稀少，温差极大，为优质葡萄的生长提供了可能。在这里，原产于法国的马尔贝克葡萄大放异彩，成为明星葡萄品种。芳香可口的阿根廷白葡萄代表特浓情也在此诞生。在这片天赐的福地上，何塞家族的葡萄酒事业也逐渐扩张。酒庄前的那块地更是因为土壤肥沃、靠近水源而丰收连年。直到20世纪70年代，情况急转直下。Hasta el año 1964, en que se dividieron, mi padre murió y bueno, el negocio había crecido, tenían bastantes propiedades, pero se fueron dividiendo por herencia. 几年时间里，家里人卖掉了大量值钱的葡萄园，特别是酒庄前条件最好的土地。
这让何塞万分痛心。留下来的是一块远离市区、废弃已久的荒地，那里常常狂风大作，土壤沙化，缺少水源。祸不单行，在接下来的几年，国家经济的下行也给经营雪上加霜。但何塞并未改头他业，重整旗鼓，他决定把命运交还给土地，冒险放弃以产量为重的思维模式。然后他发现，事情总是福祸相依。曾令人头疼的大风阻止了菌类生长，更有利于葡萄吸收营养，提升品质。沙化的土地在引进滴灌技术后，可以更好地推行有机生产方式。几年的坚持，让他找到在困境中蕴藏的希望。新世界的创新精神在1995年绽放。那一年，何塞用新引进的丹纳葡萄酿制了一款高单宁含量、口感强劲的葡萄酒，一经推出，大受好评。也正是在90年代，人们酿制出无数令人无法抵挡的佳酿。阿根廷的葡萄酒开始出口，并最终走入人们的视野，在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有了自己的名字，成为全球第6大葡萄酒生产国、第10大葡萄酒出口国。现在，何塞家族的事业如愿地延续了下来。他常常感念，失去土地的过程，阴差阳错地让他认识了品质的意义。也正是在与土地打交道的日日夜夜，激发出真正发自内心的珍惜与坚守。有人在大地上洒下汗水，期盼收获；有人则离开土地，忙碌在蔚蓝的牧场。东部的马德林港，海鲜产量全国第3。今天，一船红虾正在上岸。这是一种生长在南部较低温海域、带有天然红壳的虾。身长在15到18厘米之间，商业价值极高。2016年的出口额高达70亿元人民币。这并不是阿根廷唯一的海洋物产。南部海域的巴塔哥尼亚大陆架为海洋生物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。虽然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阿根廷渔业才迅速发展，但到2017年，海产品的出口总额已经超过140亿元人民币。发展并不意味着过度开发，在阿根廷，红虾的最大捕捞限量是1.2万吨。人们甚至要用专门的仪式表达感激。
胡胡医省，500年的时光早已匆匆流过，历史的拉力在这里十分顽强。印加帝国的传统仍然印刻在它的后裔中。帕查妈妈是这场祭祀的名字，也是大地母亲的。中太阳神的礼物，也是印第安人的粮食之母。Para nosotros es considerado每一口的清香都蕴含着自然和祖先的馈赠，这成为人们延伸到未来的部分，在阳光里飞翔，舞蹈。阿根廷，变化多样的土地，融合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，又将包容与开放的基因注入阿根廷人的生命。文化、艺术、科技在不断碰撞，沟通着世界，也塑造着今日的阿根廷。